從資本寵兒到集體遇冷，這碗拉麵只用了3年。那些曾喊着萬店連鎖口號的蘭州拉麵，怎麼突然就沒人吃了？巔峰時期的2021年，馬繼勇半年內連拿3輪融資，估值飆到10億。陳香貴剛成立就狂開200家直營店。金沙江創投朱嘯虎放話，蘭州拉麵就是中國的麥當勞。那時的蘭州拉麵有多瘋？傳統街邊店還在賣12元一碗時，商場裡的新派拉麵已經敢飆26元。裝修搞成原木風青花藍，配上免費續麵，把吃麵硬生生變成了網紅打卡。資本更像撒胡椒面似的砸錢。2021年粉面賽道投融資暴增3倍，光蘭州拉麵相關品牌就吸金超20億。可誰能想到，3年前被資本追着喂錢的香饽饽，如今卻迎來了倒閉潮。這碗蘭州拉麵为啥被資本捧了3年之後，突然就不香了呢？2020年底，馬繼勇、陳香貴們踩着疫情快餐的風口出道，清一色主打直營模式，原木裝修、明檔廚房，服務員統一着裝，把街頭小吃包裝成輕奢快餐來賣。而直營模式的底氣就是全靠資本輸血。陳香貴2021年開196家直營店，燒了2個多億；馬繼勇單店投入超100萬，靠着融資撐場面。但這套重資產玩法根本經不起推敲。首先是30元的拉麵根本撐不起商場租金，在北京商場開一家直營店要100萬。陳香貴2022年關50多家店，光裝修成本就虧掉5000萬。更坑的是商場霸王條款，抽成15%加物業費加水電費，賣一碗30元的麵，租金就要占去10元。為了填窟窿，品牌只能在食材上偷工減料。網友吐槽，以前陳香貴牛肉給5片，現在3片還薄如紙，湯裡全是香精味，不如街邊12元的地道。2023年，消費降級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食客們開始算明白賬，30元買碗麵，不如加5元吃火鍋，或者15元搞定沙縣小吃。其次就是網紅濾鏡也遮不住難吃的本質，而食品安全更是埋雷。雖然陳香貴們沒爆大雷，但同行的翻車已經嚇退了消費者。2025年味千拉麵湯裡有異物，2023年某網紅麵館被曝員工剪完指甲碰原料等。再者是品牌之間的競爭太捲了。陳香貴在上海某商圈500米開2家店，張拉拉和馬繼勇隔街打價格戰，2023年都推出9.9元特價麵，結果越打越虧。而低端市場被街邊老店搶回，12元管飽，牛肉還給得多。中端市場遭米村拌飯狙擊，20元就能吃荤素套餐。高端市场被和府撈麵壓着打，人家好歹有書房場景加持。更狠的是預制麵品牌9.9元一包，在家煮，味道比網紅店還正宗。面對消費者的吐槽，陳香貴開始出新招。2023年尋求加盟模式來支撐自己的擴張計劃，本質就是加盟，投資門檻50萬起，明擺着是要收割小老板。可加盟這招早成了毒藥，喜茶當年喊着絕不加盟，開放後口碑暴跌。更要命的是，網紅拉麵連直營都管不好，加盟只會加速品控崩盤。其他自救手段更是笑話。陳香貴加燒烤，馬繼勇加酒水，張拉拉賣羊肉串，結果硬是給高成了4不像。所以當資本退潮，餐飲終究要回歸本質。你可以賣30元，但得值30元；你可以搞網紅營銷，但不能丟了味道。